國民黨、民眾黨說要嚴審總預算，特別是要瞄準食安嘛，因為最近食安問題很嚴重了啊。那另外呢，翁小玲跟行政院秘書長，翁小玲委員跟行政院秘書長張敦涵呢，為了行政院業務費，你們吵。韓國瑜說，今年只剩下4個月了，今年都快過了，還在審今年的預算呢。那說呢，是不是今年時間過了2/3了？是不是呢？大家這個三思，趕快吧，不要再拖了啊！那另外呢，民眾黨提一個統3 592億預算，韓國瑜今天開始要朝野協商，希望明天能夠表決。原來呢有1758個案子，就每個委員都可以提案了，我要刪這個要什麼理由啊等等哈。然後後來現在經過協商以後，2輪協商，剩下658個案子，等於少掉了2/3了啊。那這個卓榮泰說，你們大刪我們的宣傳費不可取。你看我們在比如他今天參加一個活動，現場只有幾百個人在聽嘛，對不？政府講破嘴只有少數人聽，宣傳才能夠多人這個大家能看到啊哈。但是卓榮泰想，為什麼要刪你的宣傳費呢？對不對？你的宣傳費都給了誰呢？到底給哪幾個媒體呢？那這些媒體可能等於是跟你是共生的嘛，你都給這些親綠媒體，而這些當然現在媒體因為很困難。所以對政府的補助如大旱之望雲霓，很重要，很好，而且就輕易錢就來了。然後呢，再替你宣傳。那所以呢，為什麼？那就這個要檢討。問根本在這個地方啊，所以呢，這個國民黨委員說要反制行政惡霸，讓他們沒有錢、沒有多的錢幹壞事。說你呢，這個卓榮泰拿高薪，也不跟我們溝通總預算啊。那另外呢，這個明年總預算呢，支出3兆6千億。哇，很多10年以前大概才1兆9千億，一下子就增加到3兆6千。為什麼？因為現在稅收增加了，明年的稅收光稅收增加就可以收3兆6千億，然後4千億呢是不是稅收的收入？政府有規費啊，什麼一大堆其他的罰款啊等等，所以加起來明年收入可以有4兆，所以明年不用舉債，還可以稅出3.6兆，1.2兆做社會福利，1兆做國防預算。所以你看明年政府多有錢那另外呢，卓榮泰說希望趕快審今年的預算，不要又要審今年預算，又要審明年的預算一起審所以希望呢趕快能夠拍板那民進黨說呢，這樣一直拖，是創下立法院創下歷史上最荒謬的記錄那另外呢，這個因為藍白當時有提案說警校要月退，軍人加薪都沒有編到明年總預算，所以張敦涵說最晚10月跟立法院溝通，看一下。范雲委員，那抱歉，我那天太急了，講成蔡雲委員，我記得蔡總召，不好意思。立法院長韓國瑜開場先為了上回口誤致歉，今年度總預算保留案共658案進入第2輪協商。行政院長卓榮泰前一天喊話立院懸崖勒馬。院長卓院長要你在第2輪的協商懸崖勒馬，你怎麼看？他更辛苦了。但政院沒依法編列總預算，藍白還要甩卓魁嗎？今年度總預算能夠復委審查，是因為朝野4月決議，行政院要在半年內針對軍人及退警消待遇提升提出修正案或措施。但明年度創新高的3.6兆總預算傳出再度未依法編列。你們到底有沒有照顧好我們現在台灣的軍公教的人權呢？這個軍人加薪到現在也沒有編列，然後呢，同時這個對於就是幾個重大的法案，到現在也沒有附屬，也沒有公布。只是行政院7月拍板軍公教調薪，現值明年加薪4%，專業加給、主管職務加給也在各調增2000元。退休軍公教月退金明年也將調增近6%，估計花497億，近55萬人受惠。這些加在一起，明年公務人員可以加薪5.88%到9.88%。那至於朝野協商當時所講的配套方案，我想行政院也會依照朝野協商的決議，在最晚在10月來跟立法院進行溝通。沒有辦法真正去照顧我們所有國軍弟兄的這樣的福利，我覺得這個賴政府對所有的國軍，這是一份非常大的虧欠。在野黨提的預算，行政院不肯編列，倒是自己想給的出手非常大方。我想
因為我本身也是議員，然後這樣，如果說我今年在審我們的市政府的去年的預算哈，我一定被市民罵翻了。因為什麼？因為有很多新的計劃沒有辦法做啊，舊有的計劃在做。可是問題是，如果我現在還提案說，我這個案子我要通刪，全部刪除，我要全部凍結，你要來跟我報告，或者說呢，這個案子假設5000萬，那我全部要刪除，對不起哦，很多事情他已經宣傳出去了。譬如說我打個比方，中央有宣布說一胎10萬塊，對不對？那現在因為總預算沒有過，有預算，那完全有預算。對，好，那总預算没有過的話呢，他只能領4萬多。好，那我告訴大家哈，如果1月生小孩，12月又生一個，你到現在連第一個孩子的全額的補助你都沒有領到。好，我要講的就是說，大家都會覺得說，可能我們正式的攻防，希望警察加薪、軍人加薪，我們都很樂見哈，合理的範圍，譬如說他工作比較繁重、階級比較低，應該給人家加薪，我認為這是可行的。但是問題是，如果因為這樣把整個總預算卡住，會影響到民生、經濟、文化產業各方面都會影響到。譬如說我在市政府，我們現在在審我們的墊付款，你知道市政府好幾個局處的墊付款都我們要先付啊，因為為什麼？因為你跟中央申請經費啊，這爭取經費的補助還沒有過，他沒有辦法下來。就我綜合選區，我就有一個藤寮坑溝，那邊有8000多萬要做。我們從去年就爭取到已經規劃了，今年8000多萬下來做，做工程要時間呢，不是你經費下來我就可以做。做工程要時間，要規劃，你還要招標，這整個就 delay 有一定1年以上了。所以對地方來講，我們深深期盼，就是希望說立法院的諸公們600多個案子，我覺得韓國瑜長他一定很辛苦，因為什麼？你看他說什麼范雲講成蔡雲，我告訴你協商是真的很辛苦，那一下那邊吵，一下那邊罵，一下那邊要火爆，一下那邊又可能要潑水什麼的，他是希望大家和平坐下，很多事情趕快進行好。剩下4個月，這些預算如果還沒有過，你知道有多少人需要這些的相關的補助、相關的預算嗎？我要拜託立法院助攻，趕快讓總預算趕快過。來，那就請嘉玲議員哦，2個部分啊，先要求民進黨政府把那個軍人加薪以及警察人事條例35條那些預算給編進來，因為到目前為止是行政院沒有編，而立法院去年就已經3讀通過，行政院違法漏編，連明年3.6兆暴增20%的總預算也沒有把它編進來。所以我很認同剛剛嘉玲議員講的嘛，你如果說要給軍人、要給警察這些相關照顧的話，那民進黨政府就要負起責任，要編進來。再來第2個部分，剛剛講到這個10萬元的一個補助哦，那個早就通過了。在今年的3月份，718億新興計劃預算裡面，立法院就已經3讀通過，行政院可以先行動之。是行政院不願意動用，是行政院不願意執行，是行政院不願意來去讓地方政府来去讓所有的新手爸爸媽媽能夠拿到這一筆錢。所以現在問題在行政院了。但是我要拉回來講，為什麼我會講說，在這個總預算裡面討論，我們真的先撇開，因為民進黨代表也是民意代表，所以我相信民意代表把關預算天經地義啊。就2個部分嘛。第一，請行政院不要把我們的軍人、公務員等相關人士當成朝三暮四的猴子啊！不要說現在我不給你，然後故意跟你講說我10月再來討論。那10月再來討論意思是什麼？是到底是要依法編列相關的行政公務預算，還是你只是以拖待變？這個你要說清楚啊。在第2個部分。現在小林委員他為什麼在這一次裡面提出來一些預算的這個刪減或凍結？其實他要的是說希望你能夠執行到位。但小林委員他自己在我們的群組裡面就有講啊，就說行政院現在是連溝通都不溝通就說其實過去這段時間裡面，委員提了案，行政部門來跟他說明，如果說說明得通，其實委員也就會放行。但是翁小玲委員現在是直接被行政院針對，就說翁小玲委員的提案之後，行政院連派員跟他說明都不願意說明。所以我想，如果說民進黨的代表，你今天遇到新北市政府，你的提案出來之後，新北市政府甩都不甩你，理都不理你，然後就是故意要讓你變成是後續的政治操作的話，我們作何感想？所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說在預算審查裡面，合理的預算我們一定讓它過，但不合理的預算，行政部門還傲慢的不願意溝通的話，你認為我們怎麼有可能放水呢？休息一下再回來。好，他一直在追了哈，就是當時說。含這個致癌油中年的20%要下架，
28%以下不下架，28%以上的下架，到底是誰做的決定？大概是叫你把那個會議記錄拿出來，就不拿。後來連民進黨的委員都要求要拿出來，你這不拿，這拿個會議記錄是怎樣呢？為什麼不能拿出來呢？昨天拿出來了，有17頁，學者名單有，但是學者講什麼話，他用 ABCD 來講，這不是很奇怪嗎？你學者怕怎樣，對不對？那這些一共6個人發言，有2個好像是認為說，20%這個以下的不下架牽扯很廣，要小心哦。然後呢，食藥署說做了10個小時才把這個名單跟記錄 PO 到網上去，它中間我根本認為這是事後做的。是當時的記錄絕對不會把什麼，比如王教授改成 A 教授，陳教授叫 B， 不可能嘛，因為事後才把那個名單換，當時記錄絕對不會這樣，我跟你保證，當時絕對不是這樣子。現在我要看你是當時的記錄嘛，那你現在說要保密，怕這些教授受到傷害，那中聯這3個什麼廠長、總經理還有科長，為什麼能做到下面，能做到全程？你自己想，我們很多教授跟業者也都有他。一定會認識嘛？有沒有多少關係我不知道了。你這3個人坐在那邊說不准他發言，我就看你怎麼發言。對這些教授心裡有沒有壓力？你自己告訴我。如果你是教授，你有沒有壓力？可能有的人沒有，但有的人就會有哦，對不對？那你現在說不能公布他的名字，只能用 ABCDEFG， 因為呢公布名字會有壓力。那當時中聯3個家伙坐在那個地方，這3個裡面有2個都被收押了，總經理跟廠長，這些發言人有沒有壓力？你怕他們，你不怕他們這個中聯給他們壓力，你怕立委給他們壓力，不很奇怪，我就想不懂你在講什麼那4個專家支持20%以下不用下架，20%以上下架。2個人提醒你不能只看比例哦，比如你吃那個膠囊，比如含19%沒關係，吃麵條19%，麵就一大碗裡面的油都19%，吃量就很多，所以還要看東西，還要看量成分不能只是一個20%就以上以下就決定了下不下架所以呢，這個有一個西專家說，定20%是製造問題，不是解決問題。顯然講的是有道理的那另外呢，到底誰放行的？食安辦主任徐輔說，他當時主張要放行，說因為如果說全面下架會牽連到下游那另外呢，這個主任說這個20%。食藥署長說他才是的他才是的。那徐巧芯就說這是有引導，食安辦是引導式的發言嘛，你是主管你把這些專家找來，你要這些專家將来跟你衛福部食藥署可能都有關聯的，你才會找他來，一定有關聯嘛。現在很多計劃什麼的，不要委託他做那你已經先這樣講了，對不對？那你叫這些專家怎麼辦呢？所以呢，叫做引導式發言。帶動20%的方向那另外呢，這個國民黨也說，衛福部長也說謊了，說當時說這個中聯下半場沒在。那當然食藥署的解釋是說，因為他沒有發言所以記錄上他沒有所以我就以為說他沒在。你先去查一下嘛查一下是多費力打個電話就好了。當時中聯在不在？你沒有把握，你就是要不然就是我不知道，我沒有參加這個會議，不要去講說他不在嘛。你也不能看一個會議記錄就講說他不在嘛，所以呢說是因為會議記錄，所以誤判，我不是故意說謊然後呢，這個高檢署主任檢察官陳宏達，因為呢提了3大問題所以呢說這應該批判。陳宏達今天下午也被青鳥出征了，青鳥就罵他了，說他呢是馬英九時候的檢察官就出征他好吧，所以呢說17頁會議記錄解不開食安決策到底怎麼回事，而且呢一直在切香腸，一點一點切，到底在保護誰？本來我講這個事情，我不相信賴清德也好，什麼衛福部長都不希望看到發生，沒有人希望看到它發生，不會故意要你們吃毒油嘛。而且這事情不是民進黨時候做，國民黨時候也有嘛，但是是一個態度問題。我不小心我發生了，我該怎麼辦？該處分誰？該這個改善什麼？這個才重要嘛，該怎麼善後嘛？那你不能一直推就都是地方，都是國民党執政台中市盧秀燕壞，然後呢這個蔣萬安壞，我們都沒事，所以你這個態度引起到現在為止，為什麼扯了這麼久的時間還搞不完？看一下。
賴清德總統適應了1個多月之後，一出來講話就是推卸責任。多事件，重要事情沒人負責。台北市長講完，再度點名總統賴清德，都是因為前一天總統說的這段話。台中市很難想象，是一個直轄市，也是食安問題的破口。2014年賴清德市長對食安事件要求別人的標準都非常高，認為食安及國安。請問中央政府有人負起責任了嗎？沒人因為獨有扛起責任。時隔1個多月，衛福部總算把排版20%上下架標準的專家會議大公開。當中，行政院食安辦主任徐府率先提議，針對市面上其他批次產品，應該確立一個處理原則。接着，食藥署長江志剛詢問，針對第二層業者之調和油產品是否也要全面下架？徐府又說，若要求第二層加工產品全面下架，就會牽連至第3層、第4層。我們的會議是建議，並不是決策。20% 以上要下架的這個決策是誰做的？我對於會議的結論的時候，我有做裁示。反覆追問之下，江志剛也承認，這20%上下架標準就是自己拍板決策，並強調是專家共同做出的結論。但仔細看，這會議記錄當中，明明有專家針對20%的回收基準持反對意見，並表示可能引發其他爭議，卻未獲採納。那你為什麼不敢告訴大家呢？那可見就是切香腸嘛，壓力到哪裡公布到哪裡嘛。而針對所謂專家會議的決策，高檢署主任檢察官陳宏達也再度發文說，當時尚未排除製程或其他材料造成污染，會議卻也形成問題出在巴西黃豆的初步共識，恐有寫下結論，在尋找證據之前，將政府監督職責轉嫁給境外原料。而且這個政府各部會還出來幫忙辯解，這個是非常離譜荒謬的事情，對於食安議題的處理是完全失去信任。但縱使對於中央的處置已失去信心，在野仍殷殷期盼總統不要神隱，盡速召開食安的國是會議。先講一下陳宏達，我就是說陳宏達他到底是藍的是綠的，我們通通都不曉得。好，那他就是一個法律人啊，說了就是依法行政的事情。那當然你现在可以看到，立刻青鳥去出征他，好也不意外了。他們現在就是這些綠媒也好，綠的名嘴也好，尤其青鳥，只要讓他們覺得他們聽不爽的話，就立刻把他去戴帽子。那至於這整個事情，其實真的大家覺得有太多詭異的地方。那現在就7月4號的食安會議那麼他的會議的這個記錄其實是半公開，因為哪個專家講了哪些話，他還是沒有公開，因為他的這個專家還是用 ABCDEFG 哈。那大家看了這整個的記錄那你就會覺得他當時死都不肯公布說這個好像 top secret 絕對不能公布，他到底機密在哪裡？我剛才看就說昨天的漢光演習，如果我們如何反制斬首行動都可以公開，都還可以發這個媒體的話，請問一下，我們這個食安會議為什麼要把它當成一個高度機密？唯一的就是一個就是在20%以下不下架，他那個決策到底如何做出來的？看起來這個食安會議也不是應該是完全的拍板定案，因為包含裡面的專家，其中也有專家去質疑說，你這個20%其實很難界定的，所以他並不是完全的專家都認為說20%以下就不應該下架。那第二個，當然他隱瞞一個事實，就是現在已經被收押的中聯油脂的，包含他的總經理、廠長、科長，通通全程坐在那邊，而且非常離譜的是。當時石崇良在立法院備詢的時候，葉元之問他，說這個中聯油脂的這些人是不是有參加這個食安會議？他說沒有他說其實他們後來報不高報，他們就走了。結果事實證明他們全程都參加，所以離不離譜，奇不奇怪？所以為什麼一方面要蓋牌，一方面要黑箱，然後另外一方面，堂堂的部長對於廠商到底有沒有全程坐在那邊，為什麼要說謊？請問一下，到底要掩蓋什麼？這就是這個盧秀燕所提出來的。現在門神到底查在哪裡了？好，現在看起來是應該直接的向上上升到行政院，包含台糖的事情也非常奇怪大家不覺得很奇怪嗎？你台糖的角色是跟他進口這個原料用油那你發現它超標，而且超標超高這個7倍多，那其實你因為你沒有通報，
那就如同台北市政府去處分南橋，因為南橋是因為總公司在台北，他的廠也沒有在台北啊，就是因為他的總公司在台北，所以你處分他之後呢，其實這件事情就結束了。啊，為什麼台糖從頭到尾說絕對不能處分他，他沒有義務，然後就一方面府院黨全部來包庇台糖，大家也看不懂了，為什麼？為什麼？只是因為你們現在要把破口把它設計到在台中嗎？就像這個賴清德所講的，賴清德昨天講說這個破口就在台中，大家聽得下去嗎？1個多月嘞，這麼多的事情，你說破口完全在台中？大家沒有辦法相信嘛？現在認為責任比較大的，包含昨天公布的美麗島那個電子報，那麼認為在中央政府的比例還是比在地方政府的高嘛？所以我不曉得是不是賴清德火大了，說我們已經洗地洗那麼久了，一直都把他那個帶風向帶到台中市政府，怎麼還是大多數人認為是在我中央政府呢？所以自己以總統之身親自出來洗地。可是你格局會不會太小？而且重點是你到底有沒有解決問題？現在只是制造更多的問題，跟制造更多的疑點而已啊！真的，我覺得賴清德一個總統之尊，跑到台中開會，然後去罵這個盧秀燕，哎，我覺得真的是這個氣量太小，而且呢，真的不符合他的身份。那幹嘛？盧秀燕2028才可能跟你選，你現在才2026，這提早罵他幹什麼？休息一下再回來。